江澄无奈地翻了一个白眼，说道：“你这是刚来不习惯，习惯就好了。”魏无羡无力地趴在栏杆上，脸都被栏杆压扁了，说道：“啊，这个学校太多的吐槽点了，我想吐槽。”江澄说道：“你吐槽呗，又没人不让你吐槽，但是你得好好想想啊，千万不要让那个校长听见了，不然的话让你抄校规抄到手软。”魏无羡点了点头，道：“我告诉你江澄，我必须要跟你吐槽一下我那个新同桌，我那个新同桌他太冷了，性子还特别的闷，你问他10句话还一句话都不回你，该上课就上课，该写作业写作业，该吃饭就吃饭，我觉得吧，钟表都没他准时，我的天啊！”江澄想了想说道：“你说的怕不是蓝忘机吧？”魏无羡点了点头。江澄立马就笑了，说道：“那你可要小心些，这个蓝忘机可不好惹。”魏无羡毫不在意地挥挥手，然后又扯了扯自己的校服领子说：“没事，我是谁呀？我可是魏无羡，我觉得那小古板挺好玩的，除了性格闷些吧，但是长得帅啊哈哈哈。”江澄没有忍住，打了魏无羡一拳，说道：“你快滚吧，颜狗！”魏无羡也回打了江澄一拳，就利索地跑到了教室里面，顺便还说了一声：“长得好看的谁不爱呀？”说着还朝着江澄得意一笑。魏无羡跑到教室，果不其然，自己那勤奋好学的同桌又在哪里做题。魏无羡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说道：“蓝湛，小古板，这题你都做了多少遍了？怎么还在说呀？就这么喜欢这个题型吗？”蓝忘机摇了摇头，其实并不是喜欢这个题型，只不过他上次考试的时候在这个题型上面拉了分2分，如果不是这拉了2分，他数学就是满分了。所以蓝忘机每到课间的时候都会找一些这样题型做。魏无羡喝了一口水，说道：“你可是真的厉害了，不管是什么题型，我做过1遍，就再也不会做第2遍了。”蓝忘机冷冷地了一声。魏无羡觉得自己又讨了一个没趣，气馁。魏无羡黏黏地趴在桌上，说道：“蓝湛，你说为什么我们的校服那么宽大呢？”蓝忘机不语。魏无羡又说道：“不是蓝湛，你就不能理我一句吗？”蓝忘机停了一会，才淡淡的了一声，意思是理你了。魏无羡一听，心里大大的叹了一口气，直接趴桌上不起来了。云深不知处全体的学生是要住宿的，但是由于魏无羡是转校生，暂时找不出多余的空宿舍。他的班主任是一个挺和蔼可亲的一个女老师，魏无羡还挺喜欢这个老师的。这个老师教的是数学，而魏无羡就是数学学得好，因为他数学成绩好，再加上数学算起来真的很有意思，所以魏无羡对数学老师特别好，最起码不挑事。班主任拿着花名册在讲台上看了看，说道：“魏无羡。”魏无羡坐在下面应了一声：“在呢，老师。”年轻的女班主任推了推眼睛，说道：“你暂时先和蓝忘机住在一个宿舍如何？”蓝忘机一听，轻轻颦了一下眉，他宿舍只有他一个人住，主要是蓝忘机喜欢安静，这是专门往学校申请的。蓝忘机几乎没什么意见，但是忽然要住进一个人，还是有些不习惯的。更不要说这个人叽叽喳喳、吵吵闹闹的。然而魏无羡可不这样想啊，他可乐得自在了，而且一听要和谁一起住的时候，魏无羡那个小眼神唰的一下就亮了，说道：“好的，老师，没问题。”班主任问蓝忘机，说道：“忘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可蓝忘机的名字不由得大了一些亲昵，主要是蓝忘机这个孩子成绩好，不挑事，性子还特别的乖，几乎每一个任课老师都喜欢这个孩子。蓝忘机说道：“老师，请问还有别的空宿舍的位置吗？”班主任一听，有些为难的说道：“暂时是没有了，只有你那一间宿舍有一个空床位。”蓝忘机一听，淡声道：“忘机没意见。”班主任一听，说道：“那好，就这样定了。”这个时候，不知道讲台下面谁问了一句：“老师，蓝忘机是一个 alpha。”班主任说道：“那个我知道，但是魏无羡是一个没有分化的孩子，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将来会是一个 alpha 还是 omega， 所以他现在是闻不到的信息素的，不管是 alpha 还是 omega 的。”下面一听说魏无羡还没有分化，有一些窃窃私语：“我们这个转校生居然没有分化耶？初2了，大部分的学生都应该会分化的，这个转校生居然没有分化呀！哎，
那你们觉得这个转校生会分化成还是 O 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A。不，我觉得会是一个 O。我也觉得会是一个 O。你看看他那个腿，哇塞，好长。虽然是校服裤子宽松挡住了，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来那个腿又长又直。别看着班级喧闹的声音越来越大，班主任不由得轻咳了几声，说道：“安静。”话音刚落，下面的学生便鸦雀无声，该干嘛干嘛。班主任说道：“好，那等中午放学了，你去把你的行李放到你同桌的宿舍里去吧。”魏无羡笑眯眯地问道：“老师，可是我不知道我同桌是哪个宿舍呀？”讲台上的班主任说道：“可以让你同桌带着你去。”魏无羡那双桃花眼里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说道：“好的。”蓝忘机握着笔的手微微的发紧，忽然觉得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出乎意料的，魏无羡老老实实的上完了后面一节课，放学的下课铃一响，同学们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冲到了食堂。然而忘机就不紧不慢地收拾好自己桌子上的东西之后才起身准备去食堂。魏无羡也坐在旁边的座位上，专门等着蓝忘机。看到蓝忘机收拾好了，站起身来说道：“走吧，蓝湛，我这个学校里人生地不熟的，你带我去食堂吧。”蓝忘机也没拒绝，轻声了一声。在路上，魏无羡那个嘴也不停，蓝忘机走得比较快，魏无羡就走在蓝忘机的旁边，在蓝忘机的耳边叽里呱啦地说：“蓝湛，蓝湛，我发现这个学校的风景还挺好的。”蓝忘机，魏无羡也不在乎蓝忘机这种冷冰冰的模样，依然在那里说：“这个学校的操场好大呀，居然还有篮球场，让我告诉你，我会打篮球，很厉害的。”蓝忘机，但是脚下的步伐不由得加快了些。魏无羡道：“蓝湛，食堂里面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有辣的吗？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吃辣的。”蓝忘机板着脸道：“有。”魏无羡一听就笑了，说道：“那就好。其实吧，我这个人也不是特别喜欢吃辣的，不对，也是挺喜欢吃辣的。但是如果没有辣的食物的话，我也可以吃别的东西。我这个人不挑食，特别的好养活。”蓝忘机依然淡淡的了一声。